我接到威胁信，正式提出来要暗杀我。在1980年初的时候啊，我在沙烏地阿拉伯工作，在沙烏地代表我们中华民国国防部去跟他们帮他们设计规划一个军事的技术学院，在沙漠里头。所以我那个时候在那边工作2年。这个国际奥会，我的前任是许亨。国际奥会那时候的规定，75岁就要退休，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必须讲了。当时的孙运璇院长就成立这么一个小组，来甄选，从国内看有没有合适人能够做这个接棒人。结果当时提出3个人：杨传广、季正，加上我因为带这个英国来国家队来参加琼斯杯嘛，带了每一届都有英国队出现，那当然这个大家引起大家注意。结果开会结果一讨论，全部这些参与的都说找吴经国来接这个，所以我那时候在沙烏地有一天忽然接到孙运璇院长的办公室的电话，就通知我，院长要你赶快回来一趟，我就请个假。就从沙烏地赶回来，我一听了也非常吃惊。我说，可是我在沙烏地还担任这个总工程师的工作，可能在短时间不方便。这个我记得孙院长讲得很清楚。我当年在奈及利亚担任电力公司的总经理为了回台湾把总经理辞掉了，所以我就在无可奈何下，我就把沙烏地工作辞掉了回来。委员每个的背景不一样。学法律的学医学的学会计的，像我是学建筑的，所以每次奥运会有关这个场馆的新建建筑，我都代表国际奥会去做一个评审所以现在这些委员们现在都根据他的专长注入到不同的委员会里头展开工作。那个时候我们刚好国内需要去把很多单项运动协会的会籍要恢复，因为那时候大陆替代我们，把我们就赶出来了。如果在国际上面拥有了国际的会籍如果不超过9个，就为国际奥会取消承认了。开始对每一个单项运动协会的情况了解，然后代表他们去开会，然后在国际上恢复了10几个项目。包括这个篮球足球、跆拳道、手球。那个时候我们1981年我们有了奥会模式，以奥会模式做一个基础，跟每个国际单项运动总会去跟他谈。我在被提名做这个委员的候选人蒋经国召见我，给了我4个字，要忍辱负重。就没想到接受了这个工作，正式被通知了，是他刚好走的那一天。我在成功中学我喜欢拳击，除了能保护自己也同时展现一些阳刚之气。上拳击台直的上去，有时候是横的下来，可是在台上能够跟你的对手较劲这也是很大的一个挑战。所以我那个时候在2006年，我就站出来跟这个当时的这个国际拳击总会的主席这个是巴基斯坦人，已经当了16年的主席，还要连任。我说你已经被大家诟病了，我说你应该 it's time 下来了，把位置让出来。他不肯，我说你不肯我就跟你挑战，我也来选。结果赢了，我就赶快推动很多改革。我们今天看到女子拳击能够进奥运会，就是我在当选以后，我认为为什么女子不能够进奥运会，对女子不能够歧视，必须要性别平等。女子进入我觉得还要改革，就是男子选手戴头盔，头盔戴了以后这个面部都大部分都遮住了，看不清楚谁是谁。我也保护了，我就不怕被打所以他挨着的打就更多。
造成他头部的受伤。可是我就建议要拿掉，然后我就开始创造职业的运动员的团队，就是团队比赛，就像篮球一样是个团队比赛，把这个可看性提高了。我做了这么多改革，当然这个得到很多的回响，很多国家都非常高兴。这个当中有的人的利益可能被侵犯了，发生威胁性，在国际上他们都告诉我，这个暗杀是很可能的。我太太当然也说，她说这个生命还是比较重要，为这个事情拼命的话，这个多思考一下，好好的思考了一下，所以我就把这个拳击正式辞掉。在国内的目前的环境有了这个接班人的这个思路我都不方便对外公布。谁家晓得谁是未来吴金国的接班人，妒忌的羡慕的，然后去攻击他，造成他可能想想，哎呀算了，都放弃了。所以我一直保持这个秘密在我心里头。所以我说我抱歉，你问我心目里是谁，我不能告诉你。我相信我要保护这个我认为合适的人，等到国际奥委统一，我才能讲出来。再给我一拳，再给他一拳，这个直拳，直拳对着镜头。